如果你最近常常觉得睡了一整晚还是很累，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腰背也时不时在隐隐作痛，连蹲下来捡个东西都觉得膝盖使不上力，这真的不是小事，也不是你想太多。在门诊里，我看过太多长辈把这些讯号当成年纪大了应该有的状况，每天靠贴腰部撑过去，靠泡热水澡忍耐，结果拖到后来骨密度已经出了问题，才发现早就该注意的。有一位长辈来看诊的时候，走进诊间连椅子都坐不稳，身体一直向前倾，问他多久了，他说这样子好几年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自然会这样，检查报告出来，连他自己都吓到，骨质疏松的程度比同年纪的人严重了不止一个等级。我在门诊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开始都是这种不痛不痒的小讯号，不会让你痛到无法动弹，所以很多人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等到真的出事，往往已经错过最容易处理的阶段。你有没有听过电台广告说，吃这个钙片，骨头就会变硬，关节就会不痛？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不止没有效，有些成分反而让肾脏的负担更重，骨骼更快出问题，甚至会拖延你发现真正原因的时间。真正的原因从来都不是老化，而是身体发出的警讯，你一直没有听懂。今天我要把这个警讯背后的真相，还有真正有效的改善方法全部告诉你。接下来的内容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到最后，别错过。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帮长辈评估骨骼跟关节的状况，安排各种相关的检查，找出那些还没有变成大问题的小讯号，在情况变严重之前先一步发现它。这些年下来，我看过数千位长辈，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很多人把身体发出的早期警讯当成年纪大了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一直拖着，没有真正去面对，一直等到症状变得明显才愿意就医。有一位长辈姓张，60岁，一开始只是觉得背部偶尔会酸，走路久了膝盖有点撑不住，以为多补充一点营养，多贴几片药布就会好，没有特别在意。直到后来连一段稍微长一点的路都走不完，家人催了好几次才愿意来检查，检查之后才发现，骨质流失的速度比同年纪的人快了将近1倍，已经进入骨质疏松的阶段，需要立刻开始治疗跟调整生活习惯。医生跟他说，如果早一点注意，原本不会拖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现在只能一边治疗，一边从头调整。这样的例子我在门诊里看过太多次，每一次都让我觉得，如果能早一点把正确的知识分享给更多长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很多遗憾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今天这支影片我要告诉你3件事。第一，这些警讯背后真正的原因。第二，为什么单靠补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第三，真正能强化骨骼跟关节的简单方法。这3件事我全部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资讯，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让我陪你一起把身体照顾好。很多人都以为人上了年纪，腰酸背痛，走路没力气，是老化正常会出现的现象，不用太在意，反正大家都这样，忍一忍就过去了，时间久了自然就会习惯。其实不是这样的，老化的速度本来就很缓慢，不会让你在短短几个月内突然变得连走路都撑不住，坐下来又站不起来，弯腰拿个东西都会喘。真正的原因往往是骨质密度持续下降，关节软骨开始磨损，支撑身体的结构慢慢失去该有的强度，这是身体在提醒你某个地方出了状况，不是单纯用年纪就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一直把这种讯号当成正常现象，就会错过调整生活习惯、及早检查的时机，骨骼跟关节的状况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恶化，等到症状变得明显，往往已经拖了很久，处理起来也更麻烦，需要花更多时间调养。有一位长辈姓吴，一开始只是觉得膝盖走路久了会酸，他觉得年纪到了本来就会这样，一直没有特别在意，也没有去检查，就这样拖了好几年，直到有一次下楼梯踩空差点跌倒，才愿意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关节软骨的磨损程度已经比同年纪的人严重许多，需要立刻开始治疗。他后来说早知道就不会这样一直拖着，浪费了这么多可以早点处理的时间，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就是觉得电台广告介绍的钙片或者关节保健品，吃了就能补回骨质，让骨骼跟关节恢复年轻状态，甚至可以取代正规的检查跟治疗。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成分往往不清楚，既没有经过完整的检验，也没有科学根据支持它真的能改善骨密度。包装上写的效果多半只是夸大的宣传话术，不但没有办法真正改善骨骼的状况，有些成分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让身体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如果一直依赖这种补品当成解决方法，就会拖延真正需要的检查跟治疗，身体发出的警讯会被暂时掩盖过去，等到真的出状况，往往已经错过最容易处理的阶段。有一位长辈姓黄，听了电台广告一次买了好几盒关节保健品回家吃，每天按时吃，吃了将近半年，膝盖还是一样无力，腰背也没有比较舒服。后来因为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不止骨质的问题完全没有改善，肾功能指数也比之前差了一些，需要额外花时间调整，花的钱跟花的时间全部都白费了。他说早知道就不要乱买这些不明来源的东西，所以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最后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觉得用艾草跟盐巴一起煮水来泡脚，或者用热敷袋按压酸痛部位，就能治好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的问题，让骨骼跟关节慢慢恢复健康，甚至觉得比看医生还要有效。其实不是这样的，艾草泡脚确实可以让人感觉比较放松，局部的血流暂时加快，身体暖和一些，但这种效果只是暂时的表面感受，没有办法真正补充骨骼所需要的矿物质，更没有办法逆转关节软骨已经磨损的部分，只会让人误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反而更容易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地方。如果一直靠这些方法安慰自己，就会错过真正该做检查跟治疗的时机，让原本可以早期处理的状况变得更加麻烦，甚至演变成难以挽回的地步。有一位长辈姓许，每天用艾草加粗盐煮水泡脚，泡了快1年，一直觉得自己的腰背有明显变好，连家人都觉得他气色比较好。后来因为一次搬东西闪到要去医院检查，才发现骨质疏松的程度已经比想象中严重许多，需要马上安排治疗。医生说如果早一点来检查，结果会完全不同，现在只能一边治疗，一边懊悔没有早点行动，所以这个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过了50岁，骨骼跟关节的问题会特别容易找上你，而且往往一开始完全没有明显的感觉，不痛不痒，也不会突然发作，等到真正发现的时候，情况常常已经拖了好一段时间。随着年纪增加，骨骼内部的矿物质会慢慢流失，骨小梁的结构也跟着变得稀疏，密度持续下降，这个过程医学上称为骨质疏松症。它会让骨骼承受外力的能力大幅降低，就算只是一个轻微的跌倒或者撞击，也可能造成骨折。特别是脊椎、髋骨跟手腕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部位，一旦发生骨折，恢复的时间会比年轻时长上好几倍，有时候甚至需要手术才能处理。关节软骨一旦开始磨损，2块骨头之间少了缓冲，活动时就会感觉到疼痛跟摩擦感，连带影响到走路的步态、平衡感，甚至增加跌倒的风险。这不是单一关节的问题，而是整个骨骼支撑系统慢慢出现状况的结果。如果不特别留意，很容易一路拖到走路都成问题才惊觉不对劲。接下来我要跟你说明4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初期警讯，还有它们背后真正的医学原理。第一个警讯是背部或腰部反复出现隐隐的酸痛感，这代表脊椎骨密度可能已经开始下降，椎体承受日常压力的能力减弱，周围的肌肉被迫过度用力来维持姿势，才会产生这种持续的酸痛感。有一位长辈姓罗，68岁，他的背部长期觉得酸，一直以为是睡姿不好造成的，换了好几个枕头跟床垫都没有改善。后来因为其他症状去医院才发现，脊椎的骨密度已经低于正常值，属于骨质疏松的前期阶段。第二个警讯是走路一段时间之后，膝盖或髋部开始感到不适，这代表关节软骨可能已经开始磨损，软骨变薄之后，骨头之间的缓冲减少，活动时关节承受的压力直接传导到骨面，自然就会产生不适感。有一位长辈姓蔡，62岁，本来爬楼梯、散步都很轻松，最近走没几分钟膝盖就开始不舒服。他一开始以为只是肌肉酸痛，擦了药膏以为会好，直到走路开始出现轻微跛行才愿意去检查，结果发现关节软骨已经磨损到需要积极处理的程度。第三个警讯是身高比年轻时明显变矮，
或者背部出现弯曲前倾的情形，这是脊椎椎体因为骨质流失而慢慢压缩变形的表现，是骨质疏松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信号。有一位长辈姓曾，65岁，家人发现他站起来比以前矮了将近2公分，劝了好几次他才愿意去检查，结果发现有2节脊椎椎体已经出现轻微压缩性变化，情况比想象中严重许多。第4个警讯是轻微碰撞或跌倒之后出现不成比例的疼痛感，这代表骨骼的强度已经大幅下降，骨折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许多，就连轻微的外力也可能造成骨骼的损伤，这是最需要立刻就医检查的警讯之一。有一位长辈姓姜，63岁，有一次只是绊了一下没有真的跌倒，但手腕就痛到无法施力，检查之后才发现已经发生了骨折。骨密度检测的结果也显示他早就进入骨质疏松的阶段。根据国民健康署最新的统计数据，台湾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为骨质疏松相关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其中髋部骨折的长辈在骨折发生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20%左右，这个数字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惊人，也代表着这不是遥远的风险，而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国健署的调查同时也显示，超过70%的50岁以上民众从未做过骨密度检测，代表很多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骨骼状况，也因此错过了及早处理的时机。有人说我没有骨质疏松的家族病史，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骨密度下降跟遗传有关，但日常的饮食习惯、运动量跟日照时间对骨骼健康的影响同样非常重要。就算没有家族病史，骨骼还是可能因为生活习惯而慢慢流失。也有人说这个年纪不管做什么，好像都已经来不及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开始调整生活习惯，骨骼的状况还是有机会慢慢获得改善，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关键在于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些警讯是不是只要出现一个就代表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其实不一定，但只要出现其中一项持续超过几个星期，就值得安排时间做进一步的骨密度检测，了解骨骼的实际状况，而不是继续等待让时间拖得更久。如果你也有背部酸痛、膝盖走路不适、身高变矮或者碰撞之后特别容易疼痛这些状况当中的其中之一，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符合的警讯数字，让我知道。知道原因跟警讯之后，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3个真正能改善骨骼跟关节状况的实践方法，每一个都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材，更不需要勉强自己做剧烈的运动，只需要愿意从今天开始做，持续累积下去，效果就会慢慢出现。第一个方法是每天固定做负重步行或者轻度阻力训练。方法很简单，选一个固定的时段，可以是早上也可以是傍晚，每次走上20到30分钟，速度维持在走起来会微微出汗，但还能开口说话的程度，不需要追求速度，重点是持续。如果天气不好，也可以改成在室内原地踏步，或者用装了水的保特瓶做简单的手臂抬举动作。这个方法有效的原理是负重运动能给骨骼适度的压力刺激，促进骨骼细胞的活化，帮助骨骼维持密度，同时也能强化支撑关节的肌肉群，减少关节面直接承受的冲击，改善走路时关节不适的情形，对平衡感跟跌倒预防也有明显的帮助。有一位长辈住在台中市，姓谢，以前走路没几分钟膝盖就会酸，连一段楼梯都要扶着扶手慢慢上。后来听从医师建议，开始每天早上固定步行，一开始只走10分钟，慢慢增加，坚持了3个月之后，不但膝盖的不适感明显减少，走路的步伐也比以前稳，整个人的精神也好了很多，连家人都说他走路的姿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实践的小提醒是，刚开始不用勉强走太久，可以先从10分钟开始慢慢增加，选择平坦安全的路线，穿着合适的鞋子，避免关节受伤。如果走路时感觉关节剧烈疼痛，应该立刻停下来休息，必要时及早就医，不要勉强撑完全程。第2个方法是调整日常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增加钙质跟维生素 D 的摄取。方法是每天至少喝1杯低脂牛奶或者豆浆，多选择小鱼干、板豆腐、深绿色蔬菜这类含钙量丰富的食物，减少过多咖啡因跟高盐分的摄取，因为这2样东西都会加速钙质从尿液流失，让原本就已经不够用的矿物质流失得更快。
同时每天在太阳不太强的时段，让手臂或者小腿晒15到20分钟的阳光，帮助身体自行合成维生素 D， 不需要特别花钱购买补充品。这个方法有效的原理是钙质是骨骼的主要建构原料，而维生素 D 负责帮助肠道吸收食物中的钙，两者缺一不可。很多长辈其实不是吃进去的钙不够，而是维生素 D 不足导致吸收率太低，造成钙质一直补充不进去。这也是很多人吃了钙片但效果不明显的真正原因。有一位长辈住在台南市，姓潘，以前3餐几乎都是外食，很少吃豆腐跟深色蔬菜，也不太喝牛奶。后来听从医师建议调整饮食，每天早餐加1杯温豆浆，午餐跟晚餐多选择含钙的食材，也养成了饭后在社区走廊晒太阳的习惯。坚持了半年之后回诊检查，骨密度的数值有了明显的进步，家人也发现他走路的步伐比以前更有力，整个人看起来也比较有精神。实践的小提醒是可以先从每天1杯豆浆或者牛奶开始，外食时尽量多点1道蔬菜，不用每样都改，重点是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循序渐进比一次改变太多更容易持续下去。第3个方法是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特别是骨密度检测跟关节功能评估。方法是每1到2年安排1次骨密度检测，特别是停经后的女性跟65岁以上的男性，属于骨质流失速度较快的族群，更需要规律追踪。这个方法有效的原理是骨质疏松在早期完全没有疼痛感，很多人是在发生骨折之后才发现问题，这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容易预防的阶段。透过定期检查，才能真正掌握骨骼的实际状况，及早发现问题，及早处理，也能让后续治疗的选择更多元，不用等到非手术不可才行动。根据成大医院骨科医师的研究指出，规律的负重运动加上足够的钙质与维生素 D 摄取，可以减少将近40%的骨折发生风险。这代表只要愿意开始行动，效果是真的看得见的，不需要等到症状出现才开始重视，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晚。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年纪比较大，会不会不适合开始运动，或者调整已经习惯多年的饮食方式。其实不用太担心，只要选择强度合适的方式，从缓和的步调开始，配合自己身体的状况慢慢调整。就算是70岁以上的长辈也一样可以透过这些方法让骨骼跟关节的状况慢慢获得改善。这3个方法，负重步行、饮食调整、定期检查，彼此其实是互相搭配的，不用一次全部做到满分，从其中一个开始，先做到60分，也比完全不做好。持续做下去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今天的影片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帮你整理了3个重点。第一，背部酸痛、膝盖走路不适、身高变矮，还有轻微碰撞特别容易疼痛，这些都不是老化理所当然的现象，而是骨骼跟关节系统慢慢出现变化发出的早期警讯，值得你认真看待，而不是靠贴药布跟忍耐就能撑过去的事。第二，电台广告介绍的钙片跟关节保健品，还有艾草泡脚这类民俗方法，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骨质流失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拖延真正需要的检查跟治疗的时机，让小问题慢慢变成大问题，花了不少冤枉钱也没有效果，反而让自己更晚才发现真正的原因。第三，每天固定负重步行，调整日常的饮食习惯，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这3个简单的方法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材，只要愿意持续做下去，骨骼跟关节的状况是真的有机会慢慢改善的。你的身体会诚实的给你回应，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还有一点耐心，不用急着在几天内就看到明显的变化。如果这3个重点里面有哪一个是你最想先开始做的，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步行、饮食或者检查，让我知道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我也会看看大家最需要的是哪一个。之前有一位长辈的女儿传了一支影片给爸爸，只说了一句你看看这个，那位长辈看完之后第2天就自己去诊所安排检查，结果发现骨密度已经偏低，在情况还没有变严重之前就开始处理。女儿说幸好当时有传那支影片，不然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如果你身边也有家人朋友出现类似背部酸痛、走路膝盖不舒服的状况，不妨把这支影片用 LINE 传给你关心的人，一句你看看这个就够了，不需要多加任何说明。有时候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让一个人提早发现问题，
甚至因此改变了他往后的人生。有任何问题或者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我会尽量抽时间一一回复大家的问题跟疑惑，也会参考大家的留言准备下一支影片的内容跟方向。还没订阅的朋友，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这样以后我分享新的健康知识时你才不会错过，也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陪你一起把身体照顾好。其实改变从来都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哪怕只是先从饮食开始，每天多吃一点含钙的食物，饭后出去晒一下太阳，都是很好的起点。身体不会因为你今天做了一点小改变就马上有明显的不同，但只要愿意持续，时间到了你会发现自己走路变得比较轻松，背部也不再那么容易酸痛，你的身体还可以更好。从今天开始吧。